我父皇是穿越来的，带着一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敌国要求我去和亲，他冷冷一笑，想屁吃！江浙沪的女儿绝不远嫁。以前吃饭出生要挨罚，现在我爹嫌我吃的不够狂野，他往我碗里塞大鸡腿。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他带我去看戏，指着牛郎碎碎念，偷看仙女洗澡还藏衣服，纯属变态，法外狂徒。临睡前他千叮咛万嘱咐，记住，男人都是坑，玩玩别当真。我父皇从5年前开始就好像变了个人。小时候他要求我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汤匙不能发出响声，咀嚼不能张开嘴巴。彼时我不小心打了个嗝，涨红脸低着头等着他指正。他果然开骂了，骂的内容却是你能不能大口吃饭？我傻了，他给我夹了一只鸡腿，边嚼边说，还要大口吃香菜，可吃饭搞那么紧张干，小伙不良晓得不吗？晓得不？我半信半疑的吃了一大口饭，他满意的眯起眼睛。对喽，等会儿爹带你去看戏。他不爱听我喊父皇，总是自称爹爹，因为他喜欢被人叫爹。我唯唯诺诺的点头，是。每当佳节或寿诞的时候，宫中就会唱戏。我自小看到大，其实回回都看到打瞌睡。但父皇带我看的戏不一样，他给我看《鹊桥仙》，讲的是牛郎和七仙女的故事。看完他问我，你感受到了什么？我思忖着说，感受到了他们坚贞的爱情。他高深莫测的摇了摇头，错，你应该感受到牛郎偷看仙女洗澡并偷她衣服的操作，太恶心。我和我身边的宫女们都露出了一种恍然的表情。父皇摸摸我的头，乖囡，你是虐文女主，记住，心中无男人，潇洒过一生。男人都是坑，玩玩别当真。我目瞪口呆，宫女们拿出了纸笔记下来。16岁生辰那夜，我的床榻上出现了一个男人，他穿着夜行衣，身上血腥味浓重。我正要大叫，他捂住了我的嘴，别出声，我不是坏。我知道他是谁，北国的太子拓跋敬是来盗取我朝不防图的。他想利用我的同情心，以暗卫的身份留下养伤，一边骗取我的感情，一边另寻时机盗窃。我父皇说过，他表面上是个忠犬，实则是个白眼狼。我点点头，表示配合。他松开手，来人呐，着火了！他还想捂我嘴，但来不及了。父皇安排的御林军冲进来，将他团团包围。穿着寝衣的父皇打着哈欠走过来，打量了拓跋敬一番，吹了声口哨。宽肩窄腰，翘臀长腿，长成这样偷什么不防图啊？来偷朕的心吧！拓跋敬羞愤交加，拿匕首抵在我的脖子上。给我一辆快马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我靠，你小子！父皇撩起衣袖，亮出胳膊。欺负弱小算什么男人？拓跋敬的脸更红了。少废话！他俩大眼瞪小眼，瞪了片刻。拓跋敬问：为什么不说话？不是你让我少废话的吗？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浑身乏力？父皇伸出3根手指。3、2、1。拓跋敬应声后道：熏香里有迷药，在场所有人都服用过解药，父皇防的就是这手。我忍不住跳下床扑向父皇，猛地想起他从不喜欢同人亲热，堪堪停住。没想到下一秒，父皇把我捞进怀里，他拍着我的背，温柔地说：呼噜呼噜毛，吓不着。刚才被匕首抵住脖子的时候，我都没哭，此刻我却蓦然红了眼眶。父皇没有杀拓跋敬，说留着他还有用，就先让我养着玩。我困惑地问：爹爹，你不是让我离男人远一点吗？他放下奏折，对我宠溺一笑：傻丫头，让你心里没男人，不是让你身边没男人。宫女们低头肃记，拓跋敬仍旧成了我的暗卫，每个月利银3两，他很是嫌少。父皇很是不屑地看着他，聘用你有案底的，包吃包住已经够好了，你还想要5险1金吗？拓跋敬没听懂，但他大为受辱。其实我在宫中的日子安逸，做我的暗卫完全是个闲职，平时里的事情无非就是替我捞捞绣球、提提鞋这种轻巧的事。他熬不住了，主动提出带我溜出宫玩。溜是不可能溜的，我直接跟父皇说了。父皇点点头，去玩可以，亥时之前必须回家。然后他又拨了2队暗卫跟着我。拓跋敬带我放河灯，我闭着眼睛许愿，希望父皇福寿绵延，希望我朝子民安居乐业。我想把河灯推远一些，身后谁突然挤了我一下。河岸边的青苔很滑，我一个呲溜滑进了河里。拓跋敬立刻跟着跳了下来，在水里，他用手揽住我的腰，将我往河岸带。水光反射在他那张冷峻的脸上，他的声音却温柔：公主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河水很凉，凉得我火有点大，我直接甩了他一巴掌。你刚刚挤我干嘛？他一下懵了。不是我逻辑清晰的鄙夷。刚刚岸边就我们2个人，不是你挤我是谁挤我？自导自演英雄救美，好拙劣的手段。拓跋敬语塞，放开我！你这样我怎么有？我推开他，往岸边自由泳而去。如果父皇在，他将对这深得他真传的优美泳姿竖起一个大拇指。当拓跋敬意识到作假对我来说没用之后，他开始走心了。他修剪了庭院中太过茂密的树，避免刺客藏匿。桌角椅凳都包上了软布，免得我磕到，甚至亲自打磨了石子路，免得我硌脚。他体贴地说：我不想让你受到1毫的伤害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做得不错。他扬起嘴角，我补充道：但这不是你作为暗卫应该做的吗？第二天，他采了一束带着晨露的芍药放在我枕边，我一睁眼就可以看到他微红着脸。鲜花扮美人，我忍了又忍，还是没忍住翻了个白眼。谁让你随地大小踩的？你有素质吗？拓跋敬怔了，拓跋敬凌乱，拓跋敬扭曲地爬出门。第3天，他失落，但还是认真地在小厨房忙碌了一上午。因为他听说我爱吃马蹄糕，于是亲手给我做。最后，他几乎炸了厨房，把一叠几何形状的东西送到我面前，然后睁着一双星星眼，充满期待地看着我。尝尝。我看了看他被烫红的手，又看了看那几坨散发热气的东西，做足了心理建设，拈起一坨咬了一口，伸着脖子艰难咽下。他眨着眼睛，怎么样？
好吃吗？看着他一副我做的很用心且很辛苦，就算不好吃也要违心的夸我的死样，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兄弟，你想杀了我就直说。拓跋劲不信邪，他直接吞了一整块，半天咽不下去。拓跋劲自闭了，他觉得他这辈子是追不到女孩子了。他颓唐，他无奈，他发泄，他疯狂的练舞，把剑舞得呼呼作响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正撩起衣摆擦汗，露出了漂亮的腹肌，比我父皇带我去小馆馆看过的都漂亮。你的剑真漂亮，可以摸摸吗？他点点头，然后我摸上了他的腹肌，边摸边叹息。你早整这出，不就没那么多事了？我父皇说过，男人的深情可以装，但腹肌装不了。拓跋劲红着脸僵在原地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讨好我，他说他也不知道，只是莫名想要我信任他，喜欢他。如果我喜欢上了你，你还会想去偷步防图吗？他抿唇不答。我知道他会的，因为他的设定就是这样。他明明可以只搞事业，但他非要在搞事业的同时虐一下我，因为我是虐文女主，男人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但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就会舍弃我。如果我还是从前那个活在严父阴影下的怯懦的小公主，我会感动于他对我的好，因为从未有人对我那么好过。但现在我父皇给予过我世间所有美好和爱，父皇说过，最珍贵的爱是把你置于一切之上的爱，权衡利弊下付出的爱。屁都不是。拓跋劲走了，走的时候还顺走了布防图。北国很快杀过来，他们扬言3天内拿下我朝3座城池，很快又被父皇打得屁滚尿流，划给了我朝3座城池，外加每年更多的朝贡。因为布防图是假的，全是陷阱，看得出北国使臣很不想提，但还是小心翼翼的提了。我们太子想问，或许公主大义，愿意同北国和亲？父皇直接掀翻了桌案，笑容和善。想屁去！告诉拓跋劲，江浙沪的女儿绝不远嫁。使臣一脸钱难挣，屎难吃，地润了。庆功宴上，父皇同我用北国进贡的葡萄酿干杯，他冲我眨眨眼。恭喜朕的小公主首战告捷。我腼腆一笑，都是父皇教的好。他说的首战指的是第一个男人，很快第二个男人就出现了。春日宴，我坐在高台上，腰间的香帕被风卷走，一个身形颀长的俊美男子，鬓插冠花，双眸狭长，笑若春风。新晋状元裴官参见公主殿下。裴官递上一卷画，声音压得极低。公主，你也不想让皇上知道你书房里藏着的那些男宠画像吧？你威胁我？裴官手指划过我的下颌。我是在求你，求公主像怜悯他一样怜悯我。裴官10年寒窗一朝重榜，卧病的老母，清贫的家和一身破碎感的他，我总能在各种地方偶遇他。他一般是在吟诗作赋，然后装作刚看见我的样子，桃花眼微微一亮。公主金安。父皇总结，一心想要倒插门的绿茶男，然后注视着我离开的背影，深情而克制。存在感刷得差不多后，他开始加码。在下画技粗弱，让公主见笑了。既然画技粗弱，下次就别画了。他哽住，我转身要走。公主是不是不喜欢我？难道你喜欢我？他涨红了耳尖，没有否认。你喜欢我什么？你了解我吗？知道我的理想和抱负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说喜欢我，你的喜欢还挺不值钱的。我拂袖而去，他大受打击地站在原地，看起来快要碎了。但他没那么容易碎。过了3天，我又在望仙亭中偶遇他。公主金安，公主喜欢冬日里的晴天，愿为百姓谋福祉。我转过身正视他。公主喜欢毛茸茸的东西，尤其喜欢小狗。他记住了我那天随口胡扯的问题，并找来了精准的答案，甚至主动做了附加题。我抱起小狗，爱不释手。他在一旁看着我，眼神足以融化冰凌。在下新月公主，只想让公主开心。他的眼里倒映着我的面容，眸光潋滟，期待着我的回应。你对你那去世了的表妹也是这么好的吗？他霎时怔住，表妹织布供他科考，他许诺一朝重榜，便以10里红妆娶她进门。可惜表妹在寒冬得病死了，从此他成了裴官永远的白月光。裴官不是心悦我，他是心悦我的脸，因为我和表妹有7分相似。我承认，公主确实常叫我想起她，但斯人已逝，我此刻只想珍惜眼前人。我是真心心悦公主，不是因为别的。那你就更渣了。他尸骨未寒，你就移情别恋，京剧变脸都没你变心快。父皇说，替身梗是最恶心的梗之一，因为这个男人同时玷污了2份感情，恶心了2个女人。裴官哑口无言，眼眶又红了。我盯着他看。公主还有什么要骂的吗？我是想等你哭出来，我想看看。裴官嘴一瘪，真气哭了。裴官好几天都没再出现，我也没工夫关心他的死活。我最近整天都泡在司农局里研究北国进贡的小麦。父皇说这玩意很难生长，但种好了可以避免饥荒。我干脆直接卷铺盖扎在了司农局。某夜熬到很晚，裴官抱着他的铺盖出现了。你有事吗？公主金安，我是来应秒的，我考入了司农局。兄弟你，司农局在6局中排名最末，5年前父皇才开始重视农事，刻板印象根深蒂固，
在司农局当官会被笑称是乡野蛮子。公主不必觉得有任何压力，微臣来此处并非完全为了公主，更是为了天下百姓。我面露不忍，欲言又止。裴官用白皙骨感的手抓着被褥，指尖泛红。当然，私心里，微臣也希望能替公主分担辛苦，好让公主看到微臣的真心。你，公主，微臣已然看清自己的内心，微臣心悦你，只是因为你是你，并非因为旁人。我是想说，你铺盖下面有鸡笨卧肥用的。或许是因为照顾病弱的母亲惯了，裴官很会照顾人。我嫌御膳房送来的早膳油腻，他会在天微微亮的时候起来做莲子羹配桂花糕。我松土的时候磨得手疼，他一个男人居然给我织了一双手套，大小正好。我偶然咳嗽一声，他便找来鱼腥草煮汤给我喝，还在里面放了糖。最后我没伤风，他倒是真受了风寒。咳嗽的时候眼圈和鼻尖都泛着粉红，破碎感拉满。想起父皇说过，同情男人倒霉3辈子，我屁滚尿流的去找父皇。他给我做早膳了，宫里的御厨是该换了，你想要什么菜系？他给我织手套了，你非要带3无产品？倒也没有，他还给我煮鱼腥草汤，自己反而着凉了。这种低端的苦肉计，朕800年前就不玩了。父皇郑重其事的放下奏折，看着我，乖男，体虚的男人要不得，到时候不好用，懂？懂什么？我不懂。他自请去司农局，是因为知道朕重视农务，将来司农局的地位只会越来越高。不是或不完全是因为你。一个男人或一个人，他有缺点，也势必有他的优点。做朋友，你可以只看他的优点，但做伴侣，看他的最低点。他有他的好，但不能因为他一时的好，忘了他干过的好事。我清醒了，否则必成其过。只是我忍不住有点失落，那些人对我的好都是有目的的。父皇招招手，我凑过去。男人或许会让你输，但钱永远不会。男人不能让你一直开心，但钱可以，拿去撒着玩。我顿时不失落了，失落他娘个蛋！我想和裴官保持严格的同事关系，但他想跟我暧昧，于是我在他面前抠脚。哇，公主好可爱的脚！我在他面前剔牙。哇，公主好注重个人卫生。就在我考虑要不要在他面前吃鸡粉的时候，我的研究出现了巨大的进展，我把一丛小麦养活了。我一时得意忘形。这谁的种成这样？所有同事看向裴官，裴官的脸黢黑。父皇大手一挥，给我附加了务农官的身份，官居3品，比裴官还高1品。裴官更受打击，见了我都绕道走。自从官阶压了裴官1级，司农局的空气都变甜了。以前我是关系户，现在我是顶头上司，这地位杠杠的。原本想找裴官指导一下工作，结果他跑得比兔还快。无敌是多么寂寞，职场已经没有对手，是时候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花儿了。走，出宫，今晚消费全由苏三跑买单。果然，想打击一个人就得从他最在意的地方下手，摆脱了男人还升了官。我直接去宫外酒楼找美人姐姐喝酒跳舞，怀里美人姐姐的手感忽然变硬了。我抬起迷蒙的眼睛，看见一张嚣张霸道的脸。苏清渊，我不在的这几年，你玩得挺花呀。完蛋，是顾昭那小子。我跟顾昭不算是青梅竹马，应该算酸梅风马。小时候的我是个内向文静的小女生。为什么他们只欺负你，不欺负别人？这只能说明你没用。于是我只能默默忍受，直到顾昭进宫伴读。小狮子扯我辫子，抢我糖糕，顾昭直接把他的辫子剪掉，把糖糕塞进他的屁股里。女人，你记住，只有我能欺负你。吴语是我的母语，他跟他爹戍边5年，如今他父子俩高高兴兴的凯旋。我跟我爹就不大高兴。这个男人才是最棘手的，霸道颠公，还沾点病娇疯批。顾昭要的不仅是我，还有皇位，还要在我父皇的坟头蹦野迪。我建议明日以他左脚太进大殿为由做掉他。太草率了，要不以他口臭污染空气为由，以他讨厌咸豆腐脑为由吧，以他肺余量大、排放2氧化碳过多为由。我俩商议半天，推翻了无数条罪状。父皇负责瓦解顾氏势力，我负责拖住顾昭。乖男儿，你承受的太多了。其实当时我觉得还好，经历过前2个晦气东西，我也积累了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。承认吧，女人，你为我倾倒。那一刻，我又一次超越了人类忍耐力的极限。怎么可以吃兔兔？顾昭喜欢娇妻，我每天化纯欲妆，每天打奶嗝，炫我嘴里。顾昭一走，我直接原形毕露。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。救命！这歌词我自己听了都想跳湖。30多摄氏度的天，你给我裹成粽子，是要把我热死，好继承我的遗产吗？本侯不允许别人看到你的肌肤。我在心里开骂，但我的眼泪说来就来。青儿，你哭什么？我哭什么？我哭我命苦遇上你这个制冷机坏了的颠公。你还是不够爱我。何出此言？若你足够爱我，你就会在乎我的感受，而非把我当做自己的所有物。可你就是我的，你每一寸肌肤，每一根发丝都是我顾昭的。我是我自己的，不是任何人的。你这不是爱，是占有。如果你爱我，你就该明白，我就是我，
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这样你会更爱我。是的。开话吧，颠公，是不是觉得脑子痒痒的，要长智慧了？兄弟你，女人真特么麻烦，老子直接要了你，你爱我多少又有什么关系？你的心若是在别人身上，我就把它挖出来，切成片吃掉。滚！我把顾昭删爽了，我去司农局搬砖，他买通我同事当眼线，因此裴官找我汇报工作时，我贼开心。公主有事吗？没事，就是爱听你说话。听说他在施肥的时候滑了一跤，摔了个狗啃泥，后来又在回家的路上被抢劫，暴打成了重伤，好像还有点抑郁了。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啊！下一秒，顾昭出现在我面前，没等我说话，他一下把我扛在肩头，掳到了侯府。说实话，过程很强制，很刺激，就是他的肩骨硌着我的胃部，硌得我有点恶心，我恶心的眼眶泛红，水眸闪闪。青儿，听说你爱听别的男人说话，我咬住嘴唇，摇摇头。这样不乖哦，你只能对着我笑，只能因我而哭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把你绑在我身边，让你日日都只能看着我的脸，你说好不好？我看着他的脸，忍了又忍，终于忍不住了。顾昭真把我绑在了床上，为了给父皇打辅助，我牺牲了太多太多。公主，躲粪车里，臣等带你杀出重围。滚犊子！好嘞，走是不能走的，我要继续拖住顾昭。顾昭，我看你这长出的小脑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？真不知道他在边关3年都学了些什么。说你心悦本侯，说。我心悦你全家。那倒也不必。我人都已经在你身边了，也没想要跑路，你在我心里的位置自然是不一样的。他松开手，我继续输出。一个娇娇小小的弱女子，只能依附于高高大大的大男人，普天之下没有比你更有权有钱有颜还懂风情的男子。我不依附你，依附谁呀？他的脸上多了几分暗爽。所以我会乖乖的，乖乖做你的心肝小宝贝。我差点咬碎了后槽牙。你说的最好都是真心的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小狗油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最喜欢你啦，想做你的猫喵。顾昭的手劲一软，耳根红了。所以你可以不用绑着我的，我不想憋屎憋尿。顾昭被我说服了，他不再绑着我，虽然派了2个人监视我，但总比在床上当咸鱼强。于是我每天在侯府里健身，晨跑加夜跑，身体必然好。顾昭看见我，总像泰迪看见拖鞋。急什么？这种事情当然是新婚之夜才能做，我们可是纯爱。顾昭表示理解，但很难忍。男人总很难忍。女人，我迟早把你吃了。吃，什么都吃，迟早害了你。是不是太过仓促了？不仓促，我女儿急着当妈。给顾氏父子一点震撼，真实原因当然是父皇急着把我捞出虎口。大婚当日，举国欢庆。无亏走啊，666，喝这么点养鱼，喝。顾爹喝得双颊酡红，顾家在郊外豢养的私兵也都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后他们就都被包围了，因为父皇手里有我某天夜跑偷来的屯兵图。青儿，从今夜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女人了。顾昭，你错了，从今夜开始，你就是我的狗了。顾昭眸色一暗，一怒之下弄了一下。原来你喜欢这么玩。来，宝宝再汪一声。哇！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，把软骨散喂进了他嘴里。女人，你竟敢这么对本侯，你是在玩火？我就是玩，你来挠我呀！他目眦欲裂的想坐起来，艰难的仰卧起坐到一半，我一个脑瓜崩给他弹了回去。你们想干嘛？男人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暗卫们憋着气脱了顾昭的鞋，然后掏出一根纤长的羽毛。来人！这个变态的女人，本侯要杀了你！我抱着双臂，欣赏她被折磨出眼泪的模样。从今往后，你只能对着我笑，只能因我而哭。你的世界里只能有我一个。今天开始，我就把你留在身边，让你日日都只能看着我的模样，尝尝被我缠着的滋味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吧，小调皮鬼。女人，我定不会饶了你。说是这么说，但我其实压根没兴趣，也没空搭理他。没2天，我就把他扔去吃牢饭了。听说后来他跟他爹为了半个肉包大打出手，父皇开展了扫黑除恶、拔除腐败等各项行动，肃清朝野。他很忙，但还是经常抽空来陪我。大概是因为后宫就我这一位公主，嫔妃宫里他又不爱去。嘘，听说了吗？皇上好像不行。要不要没事选个秀？大妹，朕是个不入来河只搞事业的明君，你们就偷着乐吧。您直说老了不中用了呗。
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说。该不会您的取向在中年发生了流动？哎，那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？我现在就想继续培育农作物，解决我朝的粮食问题，让百姓都能吃上饱饭。你对从政有兴趣吗？父皇想让我继位，如果你想的话。可我是个女生，我朝从未有过女帝。可我之前也是个女生啊。我傻住了。窗外流云稀疏，父皇站在廊下，身影瘦削，却稳然坚毅。要他文灵秀气，又要他开朗活泼；要他专注学习，别总想恋爱；还要他大学毕业立刻结婚；要他事业有成，还要他贤惠顾家；要他有主见，还要会听话。他望着远山，告诉我他曾经的人生。但从他们没有问过他想要什么，他想做什么，想爱什么样的人。风吹起他的发丝，乖哪儿？他侧手对我笑。我希望你有决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的自由，更有不想做什么就不做的自由。我目瞪口呆。我希望你像风像鸟，拥有属于自己的青山和云海，而我会是你永远的后盾。那天我哭了，我不清楚原因，但我哭倒在父皇怀里。我不想当女帝，我想当农民。他笑起来，摸摸我的头。不是只有女尊文里的女主才叫大女主，只要是遵循本心的活出自我的女性，都是大女主。他相信我会成为我朝最厉害的农世家。至于储君的人选，他打算海选，不限男女，不限家世，只看贤能。候选人还需接受他本人长期的考核和历练，方能继承皇位。在父皇的治理下，我朝风清气正，海晏和亲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畜兴旺。又一年大旱，颗粒无收，朝廷下发满仓的粮食，由我亲自赈灾，并且传播种植技术。本该是恶灵遍野的灾年，百姓安然无恙，乡野村巷歌颂着我的名字，清史中记载着我的功绩。清平公主苏清渊，帝独女，兼任司农局正一品长局，钻研农事，丰功崇德，一生未嫁。（括弧男宠